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开的谜团。一个住在山谷里似乎什么都懂的老人，他像是隐士高人，也像是传说里的超级大脑。有人说他教出了几位改变战国格局的狠人，也有人怀疑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鬼谷顾名思义，鬼气森森的山谷，但现实中的鬼谷并不在阴曹地府，而是躲在秦晋之间的太行深处，就是今天的河南和山西交界的大山深处。据说这片山谷一年四季雾气缭绕，飞鸟不入，野兽绕行，像是一个刻意隔绝于世的隐秘空间。而鬼谷子的出现，就像是从这谷底升起的一缕青烟，没人知道它从哪儿来，又要去哪儿。最早提到鬼谷子的是《史记》中的一段话，很短，像是闲笔，苏秦、张仪皆是鬼谷子。就这短短一句话，把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老先生一下子送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毕竟苏秦和张仪可不是小人物，他们是战国舞台上顶级的话事人，一人纵横六国，一人挑动列强。整个战国中后期的格局就像是他们两个下的一盘棋。你说能教出这样学生的老师得是什么段位？但奇怪的是，除了教过谁之外，我们对鬼谷子的背景、年龄、家乡、经历、家庭、亲属通通一无所知。他就像一张只写了老师的白纸，其他位置都是空白。我们常说高人隐居，可大多数高人至少还会留下些蛛丝马迹。但鬼谷子呢，除了一个住在鬼谷的传说，他几乎没有任何生活细节被记载。不止一个人说自己拜过他为师，而且这些人风格还完全不一样。苏秦走合纵路线，像是社交大师；张仪玩连横策略，像是商战老狐狸；孙膑主张兵法激变，庞涓则阴狠毒辣。他们仿佛上的是不同的课，但居然都说老师是同一个。这种设定听着像极了现在的那种万能导师，什么行业都能教一点。问题是，在战国那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如果你是空有其名的人，根本没人会理睬。这真的是同一个人教出来的吗？还是说，所谓鬼谷子只是一个便利的代号？就像今天有人说我师承北大教授一样，名字管他真假，能唬住人就行。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鬼谷子并不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人，而是一套完整的传承系统。就像少林寺有18铜人阵，武当山有太极心法，鬼谷也许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方法、话术、谋略、技巧，而且一直传了下来。只不过每一代传人都叫鬼谷子，这样看起来才更像一个传奇。而这套系统的根基就是深藏不露和只教不说。你看，鬼谷子的出现几乎从不自己开口，全靠学生讲。张仪说我师承鬼谷子，苏秦说我也是他教的。那他本人说过什么吗？没人知道。他的言论、想法、理论通通是学生们转述的。这种设定不就是最早的口碑营销吗？只要学生有出息，老师就成神。当然也有另一种更接地气的解释，那就是鬼谷子本来就是个普通谋士，只不过后来的人不断把他神化，把各种本来不相干的人都塞进了他的门下。这种操作不陌生吧？就像某些电视剧把历史人物凑一桌麻将，让武则天和李白聊天，曹操和赵云合伙开公司，反正观众爱看，逻辑不重要。但哪怕我们冷静下来，还是不得不承认，鬼谷子的形象实在太迷人了。住在山谷，不问世事，
却能一眼看穿天下局势；不出山，却能让学生翻江倒海；不留姓名，却在历史里留下一个无比沉重的名字。它像是一种智慧的影子，让你摸不着、看不清，却又总觉得它无处不在。甚至有些现代学者开始研究，鬼谷子的出没时间跨度太大，可能不是活得久，而是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轮流使用这个身份。类似今天的匿名账号，谁都可以接手，只要你掌握了套路、话术、逻辑，就可以变身鬼谷子。不过这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鬼谷子是个集体创作，那他所传的学问又该怎么解读？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吗？还是其实每一代都在加自己的私货？我们后人看到的那些鬼谷兵法、权谋术语，到底是原创还是混剪？说到底，山谷里有没有那个老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或者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懂得世界的运行逻辑，能看穿人心的细节，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进。就像夜里的风，看不见，却能让你感受到方向。这一章我们只是站在鬼谷口，望了一眼迷雾中的身影。接下来的路，我们要一点点往谷里走，去看看这个老人到底有没有影子，还是他根本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某种投影。他教出来的徒弟，简直就不像是出自一个门派。张仪嘴皮子厉害，像是在开一场没有底线的辩论赛。苏秦口才也不差，但更像是个搞联盟的公关经理。孙膑拿着兵书打仗，实战派。庞涓呢，腹黑深沉，活脱脱一个职场内斗典范。这几个人若真凑在一起，风格完全对不上调，可历史却偏偏说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先从苏秦说起，这位兄弟是典型的北漂成功学代言人。起初在咸阳混不下去，落魄到什么地步？据说是穷的只能用草绳绑衣服，连亲戚都不搭理他。他爹妈也被街坊笑话，觉得这孩子就是个扶不起的泥巴。结果他去哪儿了？进了鬼谷，消失一阵后再现江湖，口才暴涨，一张嘴能让6国君主集体签字画押。到底在鬼谷里学了什么，没人知道，但效果非常惊人。接着是张仪跟苏秦几乎是互怼式成名。他不搞联盟，专注于连横，用我们一家亲的套路搞分裂，把各国一个个哄着站队秦国。这种策略和苏秦完全反着来，却同样奏效。关键问题来了，这俩人风格南辕北辙，老师却是同一个。你能想象一个师傅同时教出社牛外交官和冷面操盘手吗？再看孙膑和庞涓，这对同窗变冤家的故事，估计大家都耳熟能详。庞涓投靠魏国当大将军，把孙膑陷害成残疾人，最后被反杀于马陵道。听起来像是爽剧桥段，但也许真的发生过。他们俩据说也拜在鬼谷子门下，但两人走的路简直就是反面教材，一个忠，一个奸，一个隐，一个显。你要说这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怎么感觉像是把人生的两种走法直接分开交代了？而这些学生之间的交集并不多。苏秦和张仪传说中同门，但历史上他们有没有同台过，争议很大。孙膑和他们更像是不同代人，战场和正场也不一样。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同门这词是不是后人编的？有没有可能大家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出身加点 buff， 干脆都认个传说中的师傅？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就像江湖传人动不动就说我师承少林，哪怕他练的只是街边拳。你说你是鬼谷弟子，没人能考证，还自动附送一层神秘滤镜。
毕竟，在战国那个全靠个人能力上位的年代，有个高人背景就像是今天的学历认证，至少能让你进个门。而且有趣的是，这些学生都没有详细描述过鬼谷子的样子，没有画像，没有具体年纪，没有性格特征，像是故意避开一样，留下的只有我曾师从与他这句话。你想啊，哪个学生会不提恩师模样？除非这个师傅的形象本身就不固定，或者说他们根本没真正见过这个人。也许鬼谷子更像是一本流动的秘籍，每个人从中学到的东西不同，风格也就不同。他们并不是真的面对一个老师，而是各自从一套思想体系中吸收所需。就像《道德经》能被商人读成经商法则，被政治家读成权力平衡，被文人读成养生秘籍，视角不同，理解自然也不一样。但话说回来，这几位鬼谷学生的影响确实是实打实的。苏秦推动了合纵战略，让各国暂时联合抗秦，给战国中后期拖延了一口气。张仪搞连横，拆联盟，分而治之，秦国一举拉开，称霸序幕。孙膑用兵如神，孙膑兵法一度被奉为兵书经典。庞涓虽然下场惨，但也算是推动了魏国军事体系变革的关键人物。换句话说，不管学的是哪一派，他们都成功了。这种成功率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吓人的。要么是鬼谷子真的太强，要么是这名字被过度消费。更离谱的是，后来还有一堆疑似学生纷纷跳出来，比如吕不韦，比如张良，全都被某些后代文人牵强地算进鬼谷门下。这就像今天有个人说我是乔布斯的精神门徒，你不好反驳，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再退一步讲，如果鬼谷子真有那么多风格不一的学生，那他到底教的是什么？不会是教做人吧？逻辑思维训练、口才、心理博弈，还是更高阶的东西？看清局势、操控趋势、选择出手时机，这些能力都不是一朝一夕教得会的，也不像是课堂里能讲清楚的，更像是一种点化，一种让人突然悟到什么的过程。有种说法特别玄妙，鬼谷子教的是通天之术，不是魔法，而是让人看懂天时、地利、人和的方法。他不教你怎么去做，而是教你看得更远，看得更准。剩下的怎么用，就靠你自己。你看苏秦用来看联盟，张仪用来看分化，孙膑用来看战机，庞涓用来看权斗，都是看的应用。也许这就是鬼谷子最大的厉害之处，他不提供答案，只让你自己发现答案。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老师。这些徒弟之间看似风格不一，其实反倒印证了鬼谷子的高明。不是用一个模板去套所有人，而是让每个人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你可以不信他存在，但你不能否认他的思想真真切切地改变了那个时代。名字像代号一样，这事儿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不太对劲。正常来说，一个人的名字多少会带点家族信息、地理线索或者人生故事，但鬼谷子这3个字听起来更像是某种刻意包装出来的身份。首先，鬼这个字就耐人寻味，不是阴间的意思，而是古代对神秘不可知力量的代称。谷则是山谷，封闭隐秘，难以进出。子是对某种学者或智者的尊称。连起来看，更像是一个角色设定，而不是一个爹妈真给取的名字。古人起名讲究含义，像孔子本名孔丘，字仲尼；孟子叫孟轲，即便是隐士，也多多少少会留下点线索。
比如庄子名周，老子名耳或者丹。但这个鬼谷子呢，就像你翻开一本小说，里面人物名字只写隐者，没有真实姓名，也没有出身背景，只有一个模糊的标签，他是个厉害角色，神出鬼没。更耐人寻味的是，鬼谷这个词并非只有一个地点可以对上号。中国历史上有多个自称鬼谷的地方，河南新乡的辉县，湖北当阳的龙泉山，河北邯郸的子山，甚至陕西和甘肃的交界处也各自有鬼谷传说。这就奇了，一个人总不能同时住在好几个地方吧？除非他是个可以随地复刻的形象，就像你在不同城市看到的老中医画像，长得都一样，却没人能证明哪个是真的。如果说鬼谷是个地理密码，那鬼谷子就像是这个系统的使用者，它不代表一个人，而代表一个传承，一个身份标签。谁掌握了那套思维体系，谁就可以临时穿上这件马甲，对外说我是鬼谷子。就像江湖上的无名剑法，没人知道谁是始祖，但只要你用得顺手，就默认你是传人。再看子这个字，春秋战国时期确实很多思想家都被称为子，孔子、墨子、庄子、韩非子，但他们前面通常是实姓实名，只有鬼谷子这一位，前面空无一物，只剩下地名加身份。这种写法更像是后来人的命名套路，而非当事人的真实署名。还有一个线索藏在文献里，《鬼谷子》这本书是唯一一本以鬼谷子名义署名的著作。但问题是，全书并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作者背景，像是一本无主之书。书中讲述的内容杂而不乱，包含权谋、说辞、兵法、心理、气术，看起来更像是多个人的智慧拼接而成，而不是一个人闭门苦思写出来的系统理论。不少学者分析，《鬼谷子》这本书的风格极不统一，前几篇讲谋略，后几篇偏心理控制，中间还夹杂着几段玄学色彩浓厚的内容。语言有的精炼到像口诀，有的则又绕又长，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作者的统一风格。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部集体成果，后来才被统一包装进鬼谷子这个大 IP。 这也许正是它高明的地方，你无法从逻辑上拆穿它，因为它没有漏洞；你也无法从情感上否认它，因为它不是一个人，是一种象征。而正是这种非人化，让它在历史长河中像影子一样活下来，躲过了皇帝的忌惮、文人的质疑、史官的遗忘，始终游离在主流之外，却又无处不在。鬼谷子3个字就像一种密码，谁喊出来，谁就自动获得一层神秘滤镜。就像现在，有些人一说我是 XX 门派第几代传人，你根本无从验证真假，但听起来就比路边大爷更可信。而当年在权谋之术盛行的战国，这种包装简直就是顶配人设。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一提，《史记》、《战国策》、《韩非子》这些典籍中几乎没有一处描写鬼谷子的个人经历，没有出生地，没有亲人，没有故交，也没有事件参与记录。他不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讲学传道，也不像老子那样有道官身份，骑青牛出关的传说。他更像一个虚构导师，活在学生们的口中，或者干脆说活在他们的履历里。有人甚至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设想，鬼谷子其实是后人为了合理化这些顶级谋士的突然开挂所虚构出的超级老师，像游戏设定中的神秘 NPC， 负责在主角受挫时出场，传授秘技，然后悄然隐退，逻辑通顺，观众买账，主角也能顺利升级。有没有这种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定得足够合理，
足够传奇。但传奇一旦过了头，就会开始反噬。一旦越来越多人抢着认他当师傅，他就变得不真实了。像是你打开一个文件夹，发现里面装了各种文档，但全都署名鬼谷子。你想找原版，结果每一份都像是复印、复印再复印，模糊到分不清真假。也许正因为名字太像代号，才让鬼谷子具备了某种传染性。它像是一种思想病毒，只要有人相信、传播、实践，它就能复活。不同朝代、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各自塑造自己心目中的鬼谷子，然后用他的名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他不需要是一个人，他只需要被需要。古书里的人设拼图拼起来像是3个人。我们小时候以为历史就是一条清晰的线，但等长大再翻书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一条线，是3本完全风格不同的剧本。《战国策》《史记》《鬼谷子》3本书里提到的鬼谷子，不仅个性不一样，说话方式、行事风格，甚至立场，都像是来自平行宇宙。我们先来看《战国策》，这是一本集合了各国纵横家的言行实录，里面对鬼谷子琢磨极少，只是苏秦、张仪嘴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我师从鬼谷子”，像是那种开会时顺口带上的一句“我原来是哪个公司出来的”。就这简单一句话，后人却当了真，把整个人物往前推了几百页。可《战国策》的重点一直是纵横术本身，对老师并不关注，提完就走，连个画面都不给。接着看《史记》，司马迁写这本书是有主线任务的，讲述历史发展中的人物与结构。所以他写到苏秦、张仪时，也提到了鬼谷子，但同样是蜻蜓点水，皆是鬼谷子。5个字，就像把一段师徒关系一键压缩进备忘录，你不细看都容易漏过去。说明在司马迁心中，鬼谷子可能只是背景板，一个象征意义上的高人，没有太多情感，也没有主动剧情。他像是站在门口第一本书的门卫，开了门之后就退场。而真正让鬼谷子这个名字变得厚重的是那本鬼谷子书本身。书里鬼谷子亲口开讲，语言玄奥，像是传说中的内功心法。百合、飞前、反应、本经音符七术，章节名字就已经让人有点头晕。内容更是像在读一套精密的心理操控说明书，有讲语言艺术的，有讲博弈对局的，还有专门分析如何在宫廷里活得久，赢得稳。你说这本书是一个隐居山林的老人写的，怎么内容这么权谋市场化，比职场宝典还实用？而且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时而像哲学，时而像军事手册，有时又突然跳进心理学频道，说话口吻忽冷忽热，像是好几个人轮流写的。其中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善谋者藏于无形，动于无迹，故能使人莫之所知。说的是高手行事要像幽灵，但你看多了会发现这种幽灵感贯穿全书，几乎每篇都强调隐、藏、守、静，好像别让别人知道你在干嘛才是第一要义。这和我们从《战国策》里看到的那个纵横派导师形象冲突非常大。苏秦、张仪都是冲在第一线，跟各国君主谈判的嘴炮王者，怎么他们的老师会是一个处处主张隐的人呢？你想象一下，战场前线教练天天喊躲起来、藏起来、别说话，结果学生个个上节目当评委，怎么想都不对劲。这就像拼拼图，边框都对不上。再加上《史记》的描写又非常模糊，只留下一堆模糊线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鬼谷子像是3个人的合集，
一个是幕后军师，一个是话术专家，还有一个是修心导师。每一版本都合理，但凑在一起就显得割裂。有学者就指出，《鬼谷子》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其实远晚于鬼谷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更可能是在汉代甚至更晚时期逐渐定型整理成册的。那也就是说，这本书并不是鬼谷子本人写的，而是后人根据口耳相传的内容加工、编排、补写，最后凑出来的合集。甚至可能有些内容是后人假借鬼谷子之名自己写的。就像今天有些人会发微博署名尼采或者苏东坡，读起来像那么回事儿，实际根本没证据。而这些版本的差异有时不只是风格不同，而是根本写的不是同一个人。比如鬼谷子里那个强调静以制动的人，和战国策里那个教苏秦、张仪满世界搞联盟的人，理念完全相反。前者是闷声发大财，后者是跳出来喊我厉害。如果这两种性格真出自同一个老师，那就显得极不合理，仿佛两个人格被硬塞进一个躯壳。或者是我们搞错了，这压根儿不是一个人。后人也开始有意识地把这些矛盾统一起来。你看，后来在各种评书、小说、戏剧里，鬼谷子越来越像个万能老神仙，什么都会，兵法、玄学、谈判、洗脑、天文、八卦、心理战、密信术，统统都有。而这种设定反而让人越来越怀疑，这真的有其人，还是干脆就是集体幻想的集合体？如果一个角色能同时出现在3本风格不同的书里，而且每次形象都不一样，还能都成立，那我们只能说，这不是一个人，是一种需求幻象。你需要他是兵家祖师，他就是；你需要他是心理大师，他也行；你需要他是个传说，他就更好用。鬼谷子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什么是你想看到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鬼谷子，看到的不是他，而是那些不同时代对智慧的想象。你想要一个能在宫廷斗争里活下来的策略，他有；你想要一个能在商战谈判中胜出的思路，他也有；你想找到一个能解释人性复杂性的古人智慧，他全包。这可能正是鬼谷子最厉害的地方，他允许你误解，也鼓励你误解，他本来就是为误解而生的一个符号。还有人探究鬼谷子到底活了多少年，这个问题啊，听起来像是个玩笑，但认真想一想，又让人背后一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几个人前后跨了好几十年，有的甚至可能压根儿不是同一代人，但他们都说自己是鬼谷子门下。要么这个老师活得太久，寿命至少得120岁起步，要么这老师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接力棒传下来的身份。我们先按时间轴理一理，庞涓和孙膑是魏国和齐国之间的军事对手，大约活跃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苏秦和张仪活跃的时间则是在几十年之后，主要是合纵连横正酣的时候。光这2组人的时间差就可能有50-60年。如果鬼谷子同时教过他们，那就等于他从中年活到老年，再活到不老不死，简直像是把几个不同年代的人硬拉到同一张桌子上。当然，也有人说，也许鬼谷子活得久，古代确实有一些传说中的高人，据说能活到150-160岁，比如彭祖、老子、广成子。但问题是，这些人的年龄数据都带着一股仙气，多半是后人为了神话而故意拉长的。现实中，别说120岁，60岁在战国那种年代都算高寿。尤其你还要在深山里生活，吃不上保健品，
喝不上温水，连口热豆浆都没有，这么活着还要教出好几个时代的学生，不太现实。再说了，真有这么长寿的高人，为啥史书里对他几乎零记录？老子光是出函谷关一次就被写成了《道德经》，庄子出门遛个弯都能写出36篇逍遥游。鬼谷子如果真活了100多年，还教出这么多学生，按理说早就该被祭天封神出邮票了。可结果呢，他连张画像都没有，只有学生嘴里的一句我师承鬼谷子。那会不会是记错了？学生们只是口口相传，但传着传着年代搞混了也不是没可能。毕竟古人没有百度百科，年表全靠人脑，传3代就容易把我爷爷说成我师父。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人都恰好认了鬼谷子为师，而且说得很坚定，这种一致性又太整齐，像是被安排过的。所以有另一种更靠谱的解释，鬼谷子不是一个长寿个体，而是一个集体设定，每一代都有一个人继承了鬼谷子的衣钵、方法和身份，对外就叫鬼谷子。就像少林寺的方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职位，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人姓啥名啥，只要他掌握了那套系统，那他就是鬼谷子。这种模式其实在古代并不少见，像黄老学派几百年一直有人传承，但从来没有固定的讲师名单。再比如道教的张天师，代代相传，全都叫张，实际上早就不是一个人。鬼谷子很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流动身份。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你要在乱世中长期保有影响力，保持模糊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你想想，战国那种今天在朝堂，明天就在周棚的年代，一个人如果名气太大，很可能会被当成眼中钉。可如果你始终不露面，只是让学生们出头，自己藏在幕后一口山洞里，那就安全多了。你既能继续传道，又不会被卷入政治漩涡。活得久也不是奇迹，是你根本没被杀。也许鬼谷子每一代的传人都刻意保持这种神秘人设定，不写名字，不入世，不盖章，只做幕后智囊。时间一久，就像同一个人活了几代，而这种不变的名字加可变的人物，反而成就了鬼谷子的不死神话。它变成了一种超越肉身的存在，一种会说话的系统，一套可以代代升级的软件，只要安装上去就能继续运行。再来看一个细节，鬼谷子这本书本身也并没有具体署名，不像《论语》是孔子弟子写的，《道德经》是老子口述，墨子是门徒整理，鬼谷子呢，全书只有内容，没有人名，没有时间戳，没有编辑者的备注，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USB， 一插就能读，没人知道是谁写的，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写的。这更像是一个传承产品，而不是个人作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活了多少年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误会了，不是他活得久，是这个身份一直活着。不管朝代怎么换，幕后总有一个鬼谷子在运转，只是名字没有变，人已经悄悄换过。这也解释了一个一直让人疑惑的地方，为什么鬼谷子的学生风格差别那么大？因为他们学的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某种方法论。就像不同的编剧都读过故事圣经，拍出来的剧却风格各异，因为他们学的是架构，而不是风格。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鬼谷子是可以被复制的身份，那他背后的那一套系统到底有多强？能让不同人戴上面具之后都能说服国君操盘战争、布局联盟，说明这不是靠个人天赋，而是靠逻辑、经验和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从这个角度说，鬼谷子不是活了100多年，而是从没死过。他可能正躲在某个不知名的山洞里，也可能正坐在现代谈判桌的另一端，换了件西装而已。从道到兵再到谋，鬼谷子的业务范围之广，令人怀疑他是战国时期兼职最多的人。有时候他是道家长者，讲无为清净，一转头又成了兵法老师，教你奇正权变。下一页又变身纵横家，说话滴水不漏，让6国君主团团转。一个人能横跨3个领域，而且都玩得炉火纯青，这听起来就不像凡人，更像是3个专家共享一个名字。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3重身份。第一重，道家长者。很多人对鬼谷子的第一印象其实是他躲在山里不问世事的姿态。这种设定非常符合道家的气质，尤其是他教出的几个学生，苏秦、张仪都在台前争斗，而他自己却始终隐在幕后，不出事，不立言，不抢镜，怎么看怎么像在实践，无为而治。鬼谷子书里也频频提到静以制动，守而不攻，柔胜刚等等概念，都是标准道家表达方式。可问题是，如果他只是一个道家修行者，为何会对兵法与权谋这么熟？这就到了第2重身份，兵家教头。鬼谷子一书的几章内容直接就是兵法操作手册，比如底细、内鉴、外乾几篇，讲的就是攻守之术、用人之术、敌我对比的判断法。那写法和孙子兵法有的一拼，甚至在某些地方更偏心理战。而且你看他教出来的孙膑，那可不是理论派，是实打实的战场赢家。马陵道一战用上了全套鬼谷战法，诱敌深入，虚实结合，心理操控，一战打废，庞涓也打出了鬼谷名号。所以说这老师不只是嘴皮子厉害，是真能打。第3重，纵横家的祖师。如果说道家讲隐，兵家讲变，那纵横家讲的就是说，也就是靠一张嘴改变局势。苏秦、张仪靠什么上位？不是刀，不是枪，是话术。而鬼谷子教的恰好是这套怎么谈，怎么下，怎么诱，怎么撤，怎么一开口就把对方逼到死角。这种话术甚至延伸到了现代销售心理学、谈判策略里。而鬼谷子一书最核心的部分，恰恰不是兵，也不是道，而是谋。谋的核心是洞察人性。你得知道对方要什么，怕什么，会怎么反应，然后把这些都写进自己的话术和行为中。这不是普通老师能教的内容，而更像是一套心理模型。而这套模型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鬼谷子的全能人设上。这3种身份看似独立，实际上却被鬼谷子融合得丝丝入扣。就像一个全能教练，既能教你打比赛，又能帮你写简历，还能教你冥想放松。不仅教得好，还能把这3者串起来。你在战场上杀敌需要冷静，这来自道家；你在宫廷中博弈需要谋略，这来自纵横；你在计划布局时需要制衡，这来自兵法。一个人怎么可能掌握这么多门类？就算你智商高、悟性强、时间多，也很难把这3条本来平行的思想路子融合成体系。再加上古代信息获取的困难，知识传播速度慢，能读的书有限，一个人能学到1点已经很不错了。像鬼谷子这样样精通，还能教出一票风格不同的学生，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可能性，这些内容不是一个人发明的，而是多个作者、多个时代的成果，后来统统包装进鬼谷子这个人物 IP 里。
就像今天一本心理兵法大全，封面写着稻盛和夫推荐，但实际是10个人拼的内容，而鬼谷子只是那块金字招牌。还有一种解释更直接，鬼谷子本就是一个思想平台，任何能进入这套系统的理论都会被纳入进去。比如一个后人想提出一套新兵法，他就写一篇叫《鬼谷子赋篇》，另一个人想加点心理学，也来一章《鬼谷子阴谋术详解》。慢慢的，这个平台就变成了一个大杂烩，甚至比道家、兵家、纵横家加起来还丰富。也正因为这种全能，鬼谷子成了后来所有人都能借用的工具箱。有人做官失败了，说自己没学好鬼谷子；有人谈判吃亏了，说没掌握百合之术；有人想当老板，说要学鬼谷子的用人之道。鬼谷子就这样被用成了一种全能型人格模板。而当你翻开这本书再看，就会发现他教的其实并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要有弹性，要察人心，要识时务，要看天时，要懂得取舍进退。而这些正好是道、兵、谋三者共同的底层逻辑。也许这才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他不是把3种身份硬拼，而是从底层抽象出了通用算法。如果说孙子兵法是战术地图，庄子是精神地图，那鬼谷子更像是脑回路的地图。怎么想，怎么看，怎么不被表象迷惑，怎么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理出一条看似简单却暗藏杀机的路。这听起来太高级了吗？其实不，换成大白话，就是在所有别人都抢着上台讲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说；在别人都想赢的时候，你得学会先输一手；在局势动荡时，你不动，反而成为锚点。鬼谷子的精髓永远是看穿而不说破，动手而不露形。所以说，从道到兵再到谋，他不是身兼多职，而是早就找到了这些体系的交集。他不是每样都会一点，而是抓住了他们背后的共同源代码。不止一个鬼谷，这是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就觉得奇怪的点。鬼谷子不是住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吗？可问题是，全国好像到处都有鬼谷。河南有，湖北有，河北也有，甚至甘肃和陕西交界那片大山里，也有人自豪地说，我们这儿才是真正的鬼谷。这就好比你以为少林寺只有一个，结果各地都有分支，都自称是祖庭。最早被认为是鬼谷子隐居之地的是河南辉县的王屋山一带，那地方山势险峻，地形幽深，自古以来就是隐士出没的风水宝地。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古书都提到过这里是鬼谷先生隐处，后来还建了座鬼谷祠，香火一度很旺。但偏偏这个地方交通并不算闭塞，周围也没有特别奇怪的地形，顶多是个躲清静的好去处。要说神秘，还差点味儿。再往南走到湖北当阳，当地也有一处鬼谷洞，里面泉水清澈，石壁嶙峋，当地传说那是鬼谷子讲学的地方。更神的是，这里离孙膑和庞涓活跃的魏国不算远，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于是这片山被本地人封为正宗鬼谷，还修了条朝圣路，游客不少，讲解员一口一个子曾在此。河北邯郸一带也不甘示弱，那地方是赵国都城，张仪、苏秦都曾在这里活动，山中也有鬼谷洞、鬼谷台一类的地名。这些地名大多是后人根据传说添加的，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已经不是偶然巧合能解释的了。最奇的是，
这些鬼谷虽然地理上相距遥远，但他们的共同点非常统一：地形封闭，周围少人，山林幽深，自带一股山中有人不问世事的气场。而当地的传说也惊人一致，这里曾有位智者讲学授徒，深不可测，不留下名号，只传智慧。你说这是巧合？巧合也太整齐了，更像是某种文化复制。就像各地都有《白蛇传》的故事版本，每个地方都说白娘子曾在这里躲过雨，可白娘子总不可能劈叉飞到四面八方都落个点。那这种多地出没的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地方的记忆，而是一个被广泛需要、主动生成的文化形象。也许鬼谷不是一个具体山谷，而是一种隐学的象征。凡是有人藏匿智慧、避世修行、潜心谋略的地方，就容易被称作鬼谷。而传说中的那位鬼谷子，其实是这些地方学问流派的总称。就像你今天打开地图搜书院，每个省市都有几家，真说起来，哪个才是最早的白鹿洞、岳麓山，已经没法考证。这也符合战国时代的氛围，那是一个百家争鸣、各路说客满天飞的时代，每个地方都有人在讲学、传道、教兵法。而一个教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的老师，本身就像是这个乱世里无数智者形象的合成体。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种集体记忆的投影。还有一种可能更有意思，这些地方的鬼谷可能都曾有过类似的谋士培训班。这种组织在战国并不少见，像稷下学宫、太学、乡校，都是地方诸侯出资设立的人才孵化器。而鬼谷很可能是某些独立小团体的自称，他们不归国家，不靠庙堂，只传智慧，不讲忠义，是当时最边缘也最危险的一批人。他们教授的不一定是大道理，更多是如何在权力缝隙中活下来的技巧，包括语言操控、敌我识别、心理试探、谈判技巧，甚至间谍行为。这种知识在当时并不光彩，所以也只能隐在山中，夜间传授，连鬼谷这个名字都带着点地下组织的味道。而鬼谷子这个名号，也许是这些组织中的讲师称号，就像现在的武馆都管自己叫某派宗师，你管他是真的假的，听着就唬人。只要你上得了课，收得了徒弟，说得出一套说辞，那你就是某地鬼谷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找不到他的出生、履历、家世、年表，也没人能说清他活了多久，在哪里死的。他不是不想留下记忆，而是本身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他。那些名字、传说、洞穴、讲堂，都是后人按图索骥补出来的。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这种现象特别正常。一个强烈吸引人的角色形象会被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主动接纳，他们会在自己的背景故事中加入这个角色，来增强文化权威性。这就是所谓的原型移植，一个角色被无限复制，变成了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传奇。所以鬼谷为什么有这么多版本？因为我们一直都需要它，需要一个永远懂局势、看得比别人远的智慧形象，来告诉我们，在这混乱人世中，还有一种智慧，是不靠权力，不靠运气，只靠心法与洞察。你说他住在哪个山谷，其实早就不重要了，他可能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疑问里。每次你遇到看不懂的局，每次你想搞懂人心背后的逻辑，你脑海里浮现的那一瞬，我该怎么办？那就是鬼谷的风吹过了。和黄老之学的关系，这事一直是史学界绕不开的谜团。
鬼谷子被说成是道家的分支，兵家的祖宗，纵横家的鼻祖，但最微妙的是他和黄老学的那层若即若离的关系。你要说他是黄老学派的人吧，他又不完全讲无为；你说他不是吧，他用的那套以静制动、因势利导，怎么看怎么像黄老那一挂。这就像两个人互相说不熟，但朋友圈转发内容一模一样。先简单说说什么是黄老之学。黄指皇帝，老指老子。这一派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主张少管少动，让社会自己找平衡。听起来很佛系，但在战国后期到西汉初年，这一套是治国正统。西汉初期实行黄老治术，国力迅速恢复，连汉文帝、景帝都亲口说无为而治，百姓自安。这不是精神寄托，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操作系统。而鬼谷子这边，说实话，他那本书的上半部分和《道德经》很多段落高度撞文，尤其是那些讲静、虚、不争的地方，几乎就是道家主线思维。比如他说以无为本，以因循为宗，这不就是老子那句无为而无不为的翻版？而且他强调洞察人心，顺应变化，讲究知止而后动，基本就是黄老学派慎动的核心思想。但问题也来了，鬼谷子教出来的学生一个比一个能折腾，张仪、苏秦、庞涓，哪一个不是战国搅局专家？要说他们学的是无为，那也太不无为了吧。你张仪一张嘴把六国拆了3国，这叫无为；你庞涓设计陷害同窗，争权夺利，这叫自然。这就说明鬼谷子虽然和黄老思想有相通的地方，但他并没有一味复制，他更像是拿黄老当地基，上面盖了2层楼，一层是兵法的技巧，一层是纵横术的手腕。他不是不讲无为，而是讲什么时候无为，什么时候主动。这已经不是纯粹的道家了，而是一种带刹车的发动机。平常不动，一旦动，精准出手。用现在的话说，它不是不干预，而是选择性干预；不是佛系，而是冷启动。就像一个高手，平时看起来随和无争，其实心里全是战术地图。只要时机一到，该动的时候绝不手软。这种外道内谋的设定，正是鬼谷子和黄老之间的最大区别。而且在执行层面，鬼谷子讲的是用人用术，而黄老更偏修身齐家。前者强调如何影响别人，后者强调如何放下自我。这2个方向虽然都讲顺势而为，但一个面向世界，一个回归内心。这也反映在他们的受众上。黄老思想多被皇帝、文人、清流阶层采纳，用来安天下、养生性、避权争；而鬼谷子的思想则被各种边缘人物、大权谋家、小政客、大奸雄拿去实践。你看，汉初刘邦是黄老之国，结果到了汉武帝那一代，转头就重用公孙弘、主父偃这些耍手段的纵横派。说明什么？说明治国靠黄老，夺权靠鬼谷。更讽刺的是，黄老学派因为太无为，到后来反而被踢出权力舞台，而鬼谷子的那一套反倒因为管用，一再被拿回来升级再用。西汉以后，朝堂之上那些敢说敢做、擅长平衡博弈的权臣，几乎都或多或少在玩鬼谷逻辑。你以为他们是巧合，其实很多人是故意的。比如东汉时期的王弗在《潜伏论》里就说：“天下多鬼谷之术，而少其德。”意思就是大家都学鬼谷的手段，却不学他不争的心态。这句话说穿了整个问题。
鬼谷子明明讲了静、守、观变，但学生们全学走偏了，只捡有用的，不讲代价的那一部分。那我们该怎么理解他和黄老之间的这层复杂关系？其实不难，鬼谷子像是黄老理论的实战版。黄老是地图，鬼谷是 GPS。黄老说该走哪条路，鬼谷告诉你怎么过红绿灯。黄老告诉你水往低处流，鬼谷提醒你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加速超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从未把鬼谷子正式列入道家三圣或兵家五祖，它总是被放在夹缝中，一种不归类的存在，因为它太综合、太实用，也太难归档。你说他是哲学家，他教人打仗；你说他是战略家，他讲的又全是心理术、话术、操盘术。他像一把多功能瑞士军刀，看你需要哪一头。它可以是黄老学派的野外版本，也可以是纵横术的道德包装，还可以是兵法的道家外衣。他懂得如何在不动声色中布局，也懂得如何在局势变动中脱身。这种灵活性正是鬼谷子最危险的地方，也是他一直被后人边缘但不敢忘记的原因。所以说，他和黄老之间不是同门，不是对立，而是某种合作但不挂名的关系。他站在黄老体系的边缘，拿着同样的素材，织出了一张更复杂、更锋利、更现实的网。而这张网，后人用了2000年，至今还在用。它可能是个组织，这种猜测听起来有点像阴谋论，但如果你认真理一遍时间线、人物关系、风格分歧、地域分布，你会发现鬼谷子这个身份更像是一种运营得很久的集体账号。像现在企业微博的背后其实是个10人小组轮班发帖，而鬼谷子也可能是一个智谋工作室，几代人传承，统一对外使用一个名号。我们来回顾几个核心线索。首先，时间跨度太离谱。按古书里的说法，从孙膑到张仪这段期间将近半个世纪，理论上鬼谷子得活70、80岁以上才撑得住，而他还得在这几十年里持续教学，精力充沛，逻辑清晰，这在那个没有咖啡、没有维生素、没有养老体系的战国时期是不太可能的。与其说他是一个高寿老人，不如说这是一套接力棒，每一任鬼谷子在前一任的基础上继续教学、修书，发展影响力。其次，教学内容过于多元，你教兵法可以，教权谋也可以，教心理、教演讲、教人际关系全都行。一个人掌握这么多种类，而且能教出各个领域的顶尖选手，可能吗？除非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有人专门研究心理操控，有人负责整理策略模型，有人写书，有人教课，像一个战国时期的智囊组合。这种形式其实并不罕见。就拿孔子的儒家来说，他死后门人分为8派，每一派都主张不同的重点，有人专讲理，有人专讲人。到了孟子、荀子那一代，基本上已经各自有了独立风格。再看墨家，墨子之后发展出巨子制，每一代都有人继任掌门。所以鬼谷子背后是个组织，并不是什么脑洞大开的设想，而是有现实参照的逻辑推演。更关键的是，鬼谷子的传承方式非常组织化，他本人始终不出面，但他的思想通过学生传播出去。苏秦、张仪、孙膑、庞涓都是带着牌子出去的。这种我不出场，你替我露脸的运作模式，像不像今天的大 IP 孵化公司？你听不到导师的声音，但能看到各个代言人在社会舞台活跃，他们背后可能接收的是统一话术、统一战术、统一思想体系的培训。
而我们看到的那本《鬼谷子》更像是这个组织的内部教材，内容杂而不乱，风格高度结构化，不像是一个人灵光乍现的作品，更像是几代人逐步积累出来的成果。不少章节都有明显的使用指引性质，比如百合讲话术切入点，飞钱讲如何操控人情心理，底细分析如何设置陷阱，诱导敌人行为。这种条理和结构在其他古代个人著作中并不常见，但在团队协作产物中却很常见，甚至连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带有编辑痕迹。有些篇章像哲学散文，有些则像实操说明书，还有一些简直像小课堂笔记，时而冷静，时而煽情，难以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就像你看一本杂志，每一篇都有自己的语感，但整体被归进一个栏目，署名主编鬼谷子。再说地理，前面我们讲过，全国至少有5-6处地方声称是鬼谷子讲学地，每一个地方都有讲堂、传说、遗迹，说明这个组织很可能并不是单点教学，而是全国巡回开班，或多个分支并行作战。像今天的连锁培训机构，每个城市都有分校，各自运营，统一品牌。这解释了为什么鬼谷子这个名号能在战国时期的各国之间迅速传播，不是哪一个国家专属的智库，而是游走于各国权力之间的第三方智商供应链。更让人警觉的是，他们只教技术，不传价值观。不管是苏秦、张仪，还是庞涓、孙膑，这些弟子最后的选择天差地别，有人忠，有人奸，有人杀人不眨眼，有人退隐修身，说明鬼谷子这套体系本身没有价值引导，他不教你做好人，只教你做成事。这种价值中立的设定像极了组织培训中的技术模块，你学完怎么用，组织不干涉也不负责。这种组织性的存在如果属实，那鬼谷子就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或者一套思想，而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地下知识系统。它是一种服务，一种网络资源，一种灰色但极有效率的权谋供应商。你有资源，有野心，但不会说话，不会布局，不会搞关系，找鬼谷。你想保命、翻盘、上位，那就去鬼谷培训一下。苏秦原本穷困潦倒，拜完师回来6国称臣，张仪刚开始连丞相都骗不了，进山一趟出来，连秦王都被他绕得团团转，孙膑更是被害惨了，还能反杀仇人。难道这背后只是个人努力，更像是一个系统在支撑？危机识别、话术训练、战略分解、风险预判，不讲道德，不问动机，只讲技巧。所以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待鬼谷子，把他从一个隐士老先生的形象中解放出来，放进集体智慧操作系统的框架中，也许会更符合历史现实。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组织，是一种流派，是一种长期运营、默默影响权力结构的影子网络。也许今天我们仍在某些场合遇到他，只是他不再叫鬼谷子，而是换了新名字，藏在咨询公司、谈判桌、情报部门，甚至你的老板背后的顾问团队里。故事是怎么被编织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鬼谷子变成神的关键。历史上的很多人物本来只是普普通通的角色，靠一张嘴或者一场仗留了点名字，但到了后人嘴里越讲越离谱，最后变成能掐会算、呼风唤雨的半仙级存在。鬼谷子就是这种典型的被加戏加到飞起的角色。我们来捋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从幕后讲师变成神秘智者的。第一步是学生吹出来的，《战国策》开了个小头，
说苏秦、张仪曾拜师鬼谷子，但完全没有细节。你以为是顺口一提，结果后人拿着这句话开始疯狂加工。尤其是张仪，自己没怎么吹老师，可后人写他的故事时，总要加一句得鬼谷子真传。你听听这语气，跟今天那些我这套操盘逻辑源自硅谷前辈亲授一个味儿。第二步，书本升华。鬼谷子这本书的出现，彻底把他从背景人物抬成了主角光环。不光有内容，还有语气，讲得玄之又玄，看似在说话术谋略，实则像在传授通天法门。这种讲法极有吸引力，一般人看不太懂，就容易自动抬高层次。我不懂，但我觉得很高级，这正是智商崇拜的起点。第三步，文人润色。汉以后，各种史学家、杂家、小说家纷纷下场，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之后，道家和神仙文化混合，开始大规模造神。鬼谷子从智慧导师升级成了玄门大佬，各种小说里他不再是教兵法的隐士，而是能掐指一算，预知未来的天机之人。你看《列仙传》《搜神记》《神仙传》这类书，都开始把它往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方向写。第四步，戏曲入场。到了元明清，戏台子搭起来，鬼谷子的故事成了编剧的新宠。特别是在孙膑、庞涓、张仪、苏秦这些故事里，鬼谷子成了标配角色。山中高人神秘出场，传授秘籍，语气含混，下一秒就化光而去。你仔细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设定模板。观众看到这样的角色，就知道这人不简单。第五步，民间传说发酵。各地鬼谷洞、鬼谷祠冒出来以后，当地人就开始编故事。什么这块石头是鬼谷子做过的，这个泉水能让人聪明，是他留下的，甚至还有他在这里教过某位姓张的军师的说法。慢慢的，一个人就有了千百个分身，每个地方都说我家才是真正的鬼谷总部。这就像一个品牌被多个加盟店抢着代理，谁都说自己是正宗。到了近现代，鬼谷子连商业导师的身份都背上了。一些讲企业管理、心理操控、谈判技巧的书，动不动就引用鬼谷子，一边讲用户需求，一边拿出百合之术，仿佛每个销售高手都是鬼谷门下的非官方学徒。你说他是2000年前的隐士，人家非说他是中国最早的战略大师，还给他安了一个现代头衔权谋学创始人。这种疯狂加戏，其实不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为了满足不同阶段社会对万能智者的幻想。你想要教战术的，他就变成军师；你想要讲道理的，他就变成思想家；你想要心理操控术的，他就变成情商大师。你要啥他有啥，比万能充还万能。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加戏都无脑，也有不少学者认真考证，试图拼出真实的鬼谷子。但问题是，原始资料太少，碎片太多，加上早期记载混乱，根本拼不起来。于是学界就分成了三派，一派说他确有其人，是战国初年的隐士谋士；一派说他是虚构的师者形象；还有一派说他是后世几代人编织出来的思想集合体。而最有意思的是，三派都没法说服彼此，因为证据都太少，只能靠看谁更会讲。这其实正是故事编织机制的魅力所在。当历史留下空白时，人们就会主动用想象去填满，而当这个想象重复够多次，就成了准事实。你不信？今天还有人坚信诸葛亮能借东风，岳飞背后有精忠报国刺青呢。这不是考据出来的，是文化需要它存在。
鬼谷子作为万能智者的形象，满足了古人对绝对智慧的渴望，也满足了后人对幕后高手的想象。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模板，既是一段传说，也是一个集体投影。他不一定真的存在过，但他在每一个渴望看懂世界的人心中存在的比谁都清楚。所以，当我们问这个故事是谁编出来的，真正的答案可能是我们自己。每一个试图理解复杂局势、看透人性的人，都在鬼谷子的故事里编织了一点自己的影子。他的徒弟也很迷，这句话放在鬼谷子的门下一点都不夸张。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4个号称同门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有戏，一个比一个难搞。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管从时间线还是行为逻辑看，都像是硬拗出来的设定。先说苏秦和张仪，史书记载他们都曾是鬼谷子，也就是说在鬼谷子门下学过一段时间。问题是他们俩一生主张完全对立，苏秦搞合纵，张仪搞连横，一个到处串门拉联盟，说大家一起对抗强秦，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各国联秦，把原本同盟拆得七零八落。你要说这是同门不同派也行，但关键在于他们彼此根本不认可对方的理论。苏秦骂连横是自掘墙角，张仪怼合纵是画饼充饥。这要放现在，就是2个硕博师兄弟为了发表论文在知乎互喷。再说孙膑和庞涓，这俩人是戏剧效果最强的一对，一个聪明温厚善用兵法，一个嫉妒心重机关算尽。按照史记的说法，他们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后来庞涓入魏伪将，把孙膑陷害致残，结果被孙膑在马陵道一战反杀，直接送走。这剧情精彩的像古代《甄嬛传》，但越看越觉得像编的。首先，古代拜师讲时机与地缘，而孙膑和庞涓活跃时间大约比苏秦、张仪早20年，年代已然不同。如果都是鬼谷子教的，那这个老师真的得活得像妖精。更让人起疑的是，4人风格差得离谱。苏秦重逻辑布局，擅长大盘思维；张仪精于语言博弈，是个外交老狐狸；孙膑善用奇正兵法，是战术型天才；庞涓野心勃勃，战场之外玩心计。这4种技能树几乎覆盖了权谋、兵法、口才、心理，每个都是独立职业，怎么可能出自同一个老师？你见过哪个老师同时能教金融、战术、法律和表演的？这还不是大学综合课，这是战国实战培训班。从行为上看，这些徒弟之间几乎没有直接互动。苏秦和张仪虽说是竞争对手，但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正面对话过。孙膑与苏张更是没有交集，彼此活动地理也不重叠。庞涓和张仪、苏秦更像是2条平行线。你说是同门，怎么连顿饭都没一起吃过？就像你说自己是某某高校的校友，但发现你们之间差了2届、2个学院、3个专业，甚至校区都不一样，那还能叫同学？再加上后人的润色，就更离谱了。各种版本的鬼谷门下4杰，戏文里动不动就让他们在山中同堂听课，一边喝茶一边斗嘴，最后比谁得老师真传。这种设定虽然好看，但完全不符合战国时代的社交逻辑。彼时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一个人想换个国家说话都要半个月车程。你说他们4个能一起坐在课堂前排听老师画沙盘讲阴谋，不太现实。其实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并不是同时受教，
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接受了同一流派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师兄弟，更像是同行，用的是相近的方法，但未必见过彼此，甚至很可能他们根本没直接拜过鬼谷子，而是后人为了把故事串起来，硬给他们安了一个共同的老师。这在古代并不少见。你看忠义门派，很多医书后人都署名扁鹊传人，武侠小说也爱整张三丰再传弟子。哪怕隔了200年，只要技术路线对得上，思想风格接得住，就可以编一个传承线，既合理又有戏剧张力。而鬼谷子这个神秘又没有亲属的老师，正好是最合适的公共导师。但这么操作有个问题，一旦你把所有权谋高手都塞进一个门下，就会出现风格矛盾、逻辑断裂的情况。就像把黑客、棋王、销售冠军全说成一个教练教出来的，不是这个教练太神，就是设定太假。而鬼谷子的神很可能正是从这种设定的假里生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更贴地气，所谓的同门4人其实是后人凑数式命名的结果，因为这4个人恰好代表了战国时代最有代表性的4种力量：外交、战略、战术、心理。所以历史编者为了方便讲故事，就把他们编成一个门派，给他们安个共同的根，这样观众容易记，学者容易写，百姓也容易传。等同于今天讲电商，说马云、刘强东、黄峥、董明珠是移动商业4大弟子，你笑一笑觉得离谱，但写进教材时就真有人信了。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鬼谷门下与其纠结他们是不是师兄弟，不如理解他们是不是共同思想系统的使用者。他们也许没见过老师，但学过那套方法；也许风格不一，但核心是布局、博弈、掌控。他们的同门关系不在于曾共饮山泉，而在于用的是同一个战略工具箱。而鬼谷子这个名字不过是这个工具箱上刻着的那个品牌名而已。从地下走向帝王，是鬼谷子思想最诡异也最高明的一步。原本他只活在深山密谷中，靠几位传说中的弟子间接传播。可不知从哪一代开始，他那套以百合为核心的权谋智慧，竟一路爬进了王宫殿阁，变成了皇帝们御用的思想工具。原本属于地下、属于局外人的智慧，最后被局内人反复引用，悄然采纳，直到你意识到，原来权力的中心也早就装上了鬼谷芯片。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鬼谷子自己不入世，他教出来的学生却都成了政坛风云人物，这合理吗？看上去像是他清心寡欲，实际上像极了今天那些我不做，我教你怎么做的操盘型人才。他不做决策者，却培养出了一批比决策者还懂权力操作的人。他像一所隐形商学院，不发毕业证，只输出实战派。而鬼谷思想真正登堂入室的关键节点发生在汉初。那时候汉文帝、景帝推崇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可无为不代表无权，只是权力隐藏得更深了。这时候，一批能文能武、懂说懂谋的角色开始涌现。主父偃、公孙弘、张汤，这些人表面挂的是法家、儒家标签，骨子里全在用鬼谷子那套思维，布局、拆招、借力打力，操控人心，尽忠制胜。他们的话术比苏秦更稳，手段比张仪更毒，嘴上是儒，道理是谋。到汉武帝时代，这种融合更赤裸，他重用外戚、宦官、酷吏，打压儒生，强化皇权，本质上就是孤立权力，瓦解制衡。这是哪来的玩法？
典型的百合树，一手捧，一手采，所有人都离不开它。鬼谷子的以和为纵，以分为横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得到了极致体现。更有意思的是，鬼谷子在百合一章中说：“百者开也，合者闭也。”意思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让信息流动，什么时候封锁，什么时候让权力连线，什么时候剪断。这不就是帝王心术的底层逻辑？而自汉以来，每当王朝初期或者权力更替之际，鬼谷思想都会高频出现。唐初李世民提倡宽政背后，李靖、房玄龄其实一直在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宋朝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用的也是表面和平，实则断根的思路。你说这些君主读没读过鬼谷子？没人知道，但他们的做法几乎都印证了书中写的那些权谋原则。鬼谷子思想的传播不是靠官学，不靠朝廷宣传，它靠的是效果。你只要看见谁轻而易举地拿捏了局面，十有八九背后用的是那一套话术模型。它就像一种无形的算法，混进了整个古代政治运行系统，像是外挂，别人看不见，但你感受得到。而且这套思想极其适合高位孤独者使用。你当个大臣，靠它能保身；你当个皇帝，靠它能控局。它不是让你去统领千军，而是让你懂得怎么让千军听你的话，不动手却让所有人动手，不现身却控制每一条信息链。这比兵法更深，比儒法更华，比道家更实用。还有一个更关键的转折点，在于书的流传。西汉以后，鬼谷子这本书开始被编入各种藏书目录，虽然没有被列为儒家正统，但在地方书院、士族家中悄悄流传。有的版本藏头露尾，只选讲百合；有的版本删去兵法部分，只讲说书；还有些把它和《孙子兵法》《韩非子》合订，直接叫《帝王术合集》。读这书的人，不是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想活下来、升上去、立于不败。甚至连佛教传入后，一些僧人也暗中学习鬼谷子那套说法引渡的话术技巧。他们不叫操控，叫因人施教，但用的招式差不多。你想皈依，我给你讲慈悲；你只看厉害，我就告诉你来世果报。鬼谷思想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各种权力话语系统里，连讲信仰的地方也沾了权谋的影。等到了清代，鬼谷子被彻底商业化了，一些权谋秘本开始流传市井，江湖术士、骗子、军师、乡绅、政客，人人都来一本。有的版本浓缩成口诀：藏而不露，顺而不争，退而不败，静中操胜。有的版本附带讲义，把说话套路、应对姿态、博弈技巧全写得明明白白。到这个时候，鬼谷子已经不再是书房中的智者，而是走入了实用主义的街头巷尾，变成了混得好的代名词。最讽刺的是，那个一直号称隐居不出的鬼谷子，他的思想从未真正退出过政治中心。你在王朝更替中看到他，在朝堂斗争中看到他，在将相升迁中看到他。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拨动权力的钟摆，不发声却掌控节奏。你说他是隐者吗？也许一开始是，但他最终选择的是最聪明的路径，把自己藏在别人嘴里，让思想出山，而不是本人。鬼谷子不想做帝王，却让所有帝王都在学他；他不想入局，却让全局都围着他的术法运转。从山洞到龙椅，从幕外到泉中，他没走路，但却一步步抵达了权力的核心。他留下的那本书是整个鬼谷体系的压舱石，也是争议最大的谜团。
书名简单直接，就叫《鬼谷子》，听起来像是他本人的自述，实则更像一本核定本、工具包、加密说明书。这本书不仅没人能确定他是不是鬼谷子亲手写的，就连他是不是一口气写出来的都说法不一。它像一本时断时续、代代修补的黑皮兵法，里面藏着一套套解局之术，却从不交代作者是谁，在哪儿写，为谁写。整本书分为14篇，听起来不多，但内容密度非常高，几乎每一篇都像是压缩包，要你自己一点点解开。第一篇叫百合，是全书的核心总纲。百是开，合是关，通俗说就是打开话题和关闭话题的技术。整篇讲的是如何用话术、心理、气势引导对方做出你想要的反应。很多人第一次读这章会觉得悬，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你，话不能白说，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攻击或防御。而接下来的反应飞钱全篇几篇则像是应用手册，你要操作人心，用飞钱你要控制局势，用全篇你要对冲风险，用反应。每一篇都是一套系统化工具，语言虽简，但逻辑缜密。如果你曾读过心理学、商业谈判、政治操盘类书籍，会突然意识到，这些技巧2000年前就写在这里了，而且写得还挺深。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本书的写法太现代，用词简练，结构清晰，章节分明，甚至有点像现在的教练手册，这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极为罕见。那时候的书大多是语录体、诗经式，讲究含蓄跳跃，但鬼谷子明显更讲理讲技，不像一个人坐在山中对月长叹的哲学随笔，更像是一群人围着战术地图分析局势的现场记录。这让很多学者开始怀疑，鬼谷子是不是后人委托的？最早的版本到底什么时候出现？有没有可能书本内容是在汉代甚至更晚才成型的？比如一些研究指出，书中对权变、形势这些词汇的频繁使用，明显受到了法家和纵横家思想的后期影响。某些篇章甚至带有预言式话术，像是事后归纳总结，而不是事前思维框架。此外，书中语气也不统一，有的篇幅抽象玄奥，像是道家咒语，有的则务实到像在写人力资源手册，告诉你如何识人、用人、避祸、脱身。这种风格跳跃非常明显，很难让人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除非那个同一人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一个长期传承中的集体署名。而书中最令人玩味的部分，在于他刻意的冷，几乎看不到情绪，没有怜悯，不讲情义。整本书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俯瞰人间，既不喜也不怒，只讲规则。你死了是你判断错误，你赢了是你按对了公式。这种纯逻辑的语气更像是智力机器，不像有血有肉的隐士。书里也没有对错的评判标准，不告诉你该不该做，只告诉你做了会发生什么。甚至在内建底息这种深度分析策略和防御篇章中，还有不少暗黑操作，比如如何伪装成弱者以激发对手轻敌，如何设圈套让对方以为是自己决定，如何利用谣言操控民意。这种内容放在今天就是标准的心理战教程。但或许正因为这本书太理性、太冰冷，它才如此真实。它没有掺杂任何修身齐家的伦理道德，也没有拉你去做圣人，而是像个老谋深算的旁观者，在你耳边说：你想赢吗？来，我告诉你怎么动手，你要承担后果，但路径我给你画清楚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从未成为主流教材，朝廷不会把它列为考试科目，儒家不会在课堂讲它，道家
不会公开承认它，兵家也只在极端时引用它。可越是这样，它越在私底下流行。从幕僚到商贾，从政客到术士，只要你想掌控局势，就会有人递来这本《鬼谷子》。它不像《论语》教你如何为人正直，也不像《孙子兵法》讲究兵者诡道也的道德底线，它连底线都不给你，它只告诉你一切皆局，局中皆人，人即利器。所以这本书到底是不是鬼谷子写的？也许不是，但它确实继承并放大了鬼谷式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传记，也不是遗书，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工具库，是一把钥匙，能开别人门，也能锁自己心。你可以不信鬼谷子是历史人物，但你无法否认，这本书至今仍在影响真实的人。它早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藏在现实背后的操作系统。历史不愿承认它，这不是夸张，而是现实。你翻遍《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会发现鬼谷子这个名字总是若隐若现，提到时语气模糊，像在说一个人，也像在说一种传说。他不像孔子那样有门人3000，也不像墨子那样有成体系的门派，更不像韩非子、商鞅那样对法家有直接推动。它存在，但又始终被正史挡在门外。这其实很反常。按理说，能教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种级别门生的老师，应该早就被封为圣人或祖师。可为什么偏偏他既不入道统，也不列仙班，连《史记》里都只是短短一笔，仿佛刻意淡化？这就不是忘记，而是选择性忽视。我们得从官方叙事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讲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强调社会秩序、君臣名分。而鬼谷子教的是怎么布局、怎么操心、怎么玩人心。他的出发点不是道德，而是胜负。他教你如何活下去，而不是如何活得正。这样的内容在主流话语体系里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它的核心理念百合之术、反应之术、飞钱之术，每一条都像是在告诉你怎么隐藏真实，怎么操作局势，怎么控制他人。这些手段再实用，也注定不会被儒家欢迎。毕竟儒家讲正直，鬼谷讲权变；儒家讲光明磊落，鬼谷讲笑里藏刀。风格太滑，思想太冷，根本无法进课堂。所以历史选择回避它。你会发现，《史记》写苏秦、张仪时，只说揭示鬼谷子，一笔带过，没有老师形象，没有教学过程，没有人物刻画，仿佛苏张两人只是顺路拜访过某位山中老者。这种写法在司马迁那里极少见。对比一下，他写孔子时字斟句酌，写墨子时详细交代，唯独鬼谷子一律低调处理。这不是不重视，而是不想让这人太红。因为太红就危险了。一个可以培养出战略高手、话术操盘者、政治破局者的隐士，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个不确定因素。如果人人都学百合，那君臣关系还怎么维持？如果人人都懂权谋，那天下秩序岂不是立刻混乱？所以鬼谷子可以存在，但只能存在在非正式的语境里，不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鬼谷子这本书始终被排除在4书5经、13经、24史之外。它的地位永远像是江湖读物，有用但不被认可。那些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反而被历史叙述选择性遗忘。这听起来很荒诞，却是最真实的权力逻辑。而且更吊诡的是，这种历史淡化
反而让鬼谷子更神秘、更耐看。你越是不让他被主流承认，他的神秘气质就越强烈。他从来不是被宣传出来的人物，而是靠口耳相传、自下而上传播。没人组织学习鬼谷子，但懂行的人私下里都读。朝廷不讲，但官员下了衙门，照样偷偷翻。这就是权谋学问的传播规律，不在高光处出现，但一直在阴影里生根。鬼谷子的尴尬还不止于此，他不仅不被正史承认，在哲学体系中也被排除。他的思想不够纯粹，不如道家通天，儒家温厚，法家刚硬，墨家执着。他的核心价值观太现实，太复杂，太接地气，也太不好掌控。你问他信仰什么，他也许只回一句：我信的是局。就连道家内部也对他敬而远之。虽然他主张虚静、无为、观世，这些听起来和道家有点像，但他不是修身养性，而是修术入世。他教你怎么装得像个道士，却在心里下好一盘大棋。老子劝你清静无为，鬼谷子劝你该动实动，不露痕迹，表面同源，实则分道。所以他被主流排除，也被边缘误解。他的智慧被称为阴谋，他的话术被归为权诈。但懂他的人知道，这不是阴，不是诈，是看清局。他只是从来没装过道德滤镜，也从不打算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给你的是生存指南，不是价值指南。那么为什么历史不愿承认他？答案也许是因为他太真实，太不装。一个太懂人心、太善布局、太善操盘的角色，是任何权力结构里最危险的变量。你可以尊重他，但你不能放他进核心。你可以从他那儿偷一点技巧，但不能说我是他徒弟，更不能把他写进正史里，成为全民学习榜样。历史的沉默不是无知，而是策略。因为鬼谷子不是给天下人看的，而是给局中人用的。他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是一句听起来像宣传语，但细想却有点可怕的话。毕竟鬼谷子离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一个活在战国深山、从不露面的老先生，怎么可能跟今天这个互联网加 AI 加短视频的时代还有关联？可偏偏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人、很多事、很多操作，背后那套逻辑和鬼谷子里讲的几乎一模一样。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表面不争，实际上在局里早布满人脉的人？有没有碰到那种话不多，但关键时刻总能踩准节奏、翻盘反杀的职场老江湖？或者那种一开口就能精准击中你犹豫点，让你点头答应的谈判者？甚至你刷短视频时，会看到博主不急不躁、轻描淡写就让你产生他说的对的心理。那种潜移默化的引导感，就是鬼谷逻辑在当代的延续。从企业运营到情绪管理，从市场公关到人际博弈，鬼谷子的话术加局势加心理三件套，在现代社会几乎无处不在。你以为是领导性格好，其实他早就洞察了你想要肯定的心理，先顺着你讲，再在你最舒服的节点提需求。你以为某品牌突然火了，其实他早在潜意识里制造了选择，让你误以为是自己决定。你以为某对手做错了，实际上人家不过是在示弱求胜，故意引你过界。这些套路早就在《百合反应飞钱》里写得明明白白，只不过古代人用来搞政权争夺，现在我们用来做品牌策划、人设运营、舆情控制。时代变了，人性没变；技术升级了，操盘逻辑没变。比如百合讲以言治人，以静制动，现代就是内容引导加反应测试。
飞前讲藏风不露，借力打力。今天就是蓄意沉默加情绪调动。本经阴符七术讲察言观色，操人于无形，听起来像黑话，实则就是现代心理学中的微表情识别加引导式提问。再举个例子，公关危机处理常讲一个词，反向捆绑，也就是把危机转成对手的压力。这种反手为攻，正是反应一章的灵魂。而那些动不动就先认错再转话题的高手，其实早就在用和中有百，百中藏和的连环术。很多人以为鬼谷子教的是黑术，但其实他教的是理解人。他的每一招背后核心都是识人心、控节奏、看大势，这是千年不变的底层结构。哪怕你不用这些技巧去操盘别人，光是识破别人有没有在对你用，就已经是巨大的优势。所以说，鬼谷子从未离开，他从山中走出来，不是站在街头讲学，而是变成了你手机里的推送、职场里的话术，甚至是你与人交流时那个突然转向的察觉点。他不是你生活里的角色，但他是你生活里那股你说不上来，但总在推动局势变化的力量。而且有趣的是，这种力量从不强调身份，你不需要是帝王将相，也不需要是营销专家，你只要是个在局中的人，随时都会被这种思维方式激活。你在做决策，你在判断人心，你在设定选择，你就是在用鬼谷逻辑。而这种逻辑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给你理想，只给你路径；它不教你该不该，只问你想不想。你想赢，那他就告诉你如何赢；你想藏，那他就告诉你怎么藏得久。你什么都不想，他就什么都不说。鬼谷子的智慧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语，而是一个声音贴在你耳边低语：不要急，看清了再动。不是让你变得狠，而是让你在复杂局面中做那个最清醒的人。而当你真的看清时，你会突然明白，那些被你误会成巧合、命运、运气的东西，其实早有人布好了局，只是你没发现，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水晶球，而是一本已经泛黄的鬼谷子。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们从一个山谷里慢慢走出来，沿着传说的脚印踩进了历史的缝隙，也踏进了我们自己内心那个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落。鬼谷子也许不是真的站在某座山头教书，但他确实一直活在每一个想看懂局的人心里。他像夜色一样，悄无声息地包围我们，不惊扰，不催促，只静静地陪着你，看你什么时候愿意点亮心里的那盏灯。也许此刻你正准备关掉手机，拉起被子，闭上眼睛，那就让这最后一丝故事的余音像一阵风，轻轻拂过你额头，告诉你，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不用慌，不必急，一切早就写在局里。世界很吵，愿你今晚很静。鬼谷不远，智慧已至。